结婚3年，丈夫总说工作太累，从不肯碰我。那晚我却听见他哄女助理，昨晚累坏你了，下次轻点。我当场提出离婚，他还问为什么我笑了，烂黄瓜留给他吧。凌晨2点17分，我赤着脚从卧室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空水杯，顾怀安又没回来。结婚3年，他总有数不清的应酬，数不清的加班，数不清的太累了。他回来得越来越晚，有时候干脆不回来。婆婆周玉兰总说，男人在外面拼事业，女人要体谅。我体谅了3年，我体谅他工作累，所以从来不主动；我体谅他压力大，所以家里所有事情都自己扛；我体谅他应酬多，所以每天晚上熬好醒酒汤放在保温壶里。可他不碰我。新婚夜，他说太累了；蜜月旅行，他说改天吧。后来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有时候回来倒在床上，背对着我，连一句晚安都没有。我以为他真的累，直到今晚，我经过书房门口时，听见里面传来他低低的说话声，门虚掩着，灯光从门缝里露出来，像一条细长的金色丝带。昨晚累坏你了，下次我轻点，好不好？顾怀安的声音又柔又轻，带着一种我从来不曾拥有的宠溺。我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手指一松，水杯掉在地毯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书房里的声音停了。过了几秒，门被拉开，顾怀安站在门口，衬衫半敞，头发凌乱，手机还握在手里。他看见我，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，又迅速换成了以往那副疲惫不堪的表情。怎么还没睡？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好陌生。顾怀安，你在跟谁打电话？他皱了皱眉，工作上的事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少管这些。工作上的事需要说昨晚累坏你了，需要说下次轻点。顾怀安，你是不是跟苏沫在一起了？苏沫是他的女助理，我见过几次，年轻漂亮，看他的眼神从来不加掩饰。顾怀安脸色变了，沈之，你偷听我打电话？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快掉下来。你天天说累，说压力大，说不想碰我，原来是把精力都耗在别的女人身上了。顾怀安，你恶不恶心？你胡说什么？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吓人。我警告你，别乱扣帽子。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累死累活，养着这个家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发疯？你累死累活养着这个家，我像是听到了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。顾怀安，这个家的房贷是我还在还，你的车贷是我还在还，连你妈每个月打牌的赌债都是我从娘家嫁妆里倒贴的。你除了那个破公司，你养过什么？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举起手，像是要打我。我没有躲，反而扬起脸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打啊，顾怀安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他的手掌停在半空，最终没有落下来。他松开了我，冷着脸说，沈之，你冷静一点，明天我们再谈。说完，他转身回了书房，砰地关上了门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。手机响了，是闺蜜林薇发来的消息。芝芝，我刚才在盛景酒店看到顾怀安和苏沫了，2个人搂着上的电梯，我已经拍了照片，你要不要看？我点开他发来的照片，照片里顾怀安搂着苏沫的腰，苏沫靠在他肩上，笑得一脸甜蜜。2个人正往电梯里走，
身后是明晃晃的酒店大堂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上周四晚上10点。他说他在公司加班。我把照片存下来，回了林薇一句：不用了，我要离婚。发完消息，我走到厨房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冷水，一口灌下去。水很凉，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。我站在料理台前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脑子里翻涌着这3年的点点滴滴。我和顾怀安是相亲认识的，介绍人说他是海归硕士，在自主创业，年轻有为。那时候我刚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里走出来，对未来没有太多期待，家里催得急，我看他条件不错，就答应了。婚房是他买的，首付是他爸妈出的，写的却是他一个人的名字。我妈说，既然是婚房，应该加我的名字。周玉兰当场翻脸，说我们家想空手套白狼。那时候我傻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不图房子。后来房子装修，顾怀安说公司周转不开，让我先垫着。我拿出了20万嫁妆，把房子从头到尾装了一遍。再后来，他的公司业绩下滑，他的车贷还不上，我一声不响地赚了钱过去。他说，沈之，等我公司好起来，一定加倍补偿你。我信了，我信了他3年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他不是累，他只是对我没兴趣。他可以在别的女人身上花光所有精力，然后回到家里，用一句太累了打发我。我打开手机，找到一个许久没联系的号码。张律师，我是沈之，我想离婚，帮我准备材料。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，沈小姐，您确定？确定，越快越好。挂了电话，我回到卧室，开始收拾行李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闹。我沈之不是那种被男人背叛就活不下去的女人。我只是觉得这3年像个笑话。第2天早上，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一夜。顾怀安从书房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我脚边的行李箱上，眉头皱了起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把离婚协议书从包里拿出来，放在茶几上。顾怀安签了它。他走过来，低头扫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沈之，你疯了？就因为我昨晚打个电话，你就要离婚？我靠在沙发背上，语气平静的连自己都意外。3年了，你说太累，说工作忙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可你昨晚说的那些话，还有林薇发来的照片，还需要我继续装聋作哑吗？我把手机推过去，屏幕上是那张酒店电梯里的照片。顾怀安看了一眼，瞳孔猛地一缩。这是合成的，是有人想陷害我。沈之，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他伸手想拉我，我躲开了。顾怀安，你到现在还在骗我。苏沫就在楼下，你们公司那群人天天喊她小嫂子，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他的脸色涨红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指指协议书，签了它，我们好聚好散。他忽然趴地一拍桌子，声音拔高，沈之，我不同意离婚。你一个2婚女人，离了婚还能去哪？你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翅膀硬了。我笑了，顾怀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房子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我用嫁妆买的，你妈上个月打牌输了5万，也是我转给她的，到底是谁吃谁的住谁的？他哑口无言。
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周玉兰拎着菜篮子走进来，看见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又看到地上的行李箱，立刻咋呼起来。哎呦，这一大早的闹什么闹？沈之，你又做什么妖？淮安每天那么辛苦，你就不能让他省点心？我懒得看他，周玉兰，我和顾淮安在谈离婚，你来的正好，趁他还清醒，你们商量一下财产怎么分。周玉兰愣住了，随即尖叫起来，离婚？你凭什么离？你一个嫁进来的外人，有什么资格提离婚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不提，让顾淮安提，他出轨女助理，证据确凿，要是闹上法庭，丢人的是他。周玉兰的声音一下卡住了，她转头看顾淮安，脸上的表情从嚣张变成了慌张。淮安，他说的是真的？顾淮安没说话，只是阴沉着脸。周玉兰明白了，气得一巴掌拍在顾淮安胳膊上，你个糊涂东西，什么女人不好找，偏找那个小狐狸精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毁了你啊？顾淮安不耐烦地说，妈，你闭嘴。周玉兰又转头看我，软了语气，沈之啊，你看，男人嘛，都会犯错，淮安年轻，一时糊涂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，妈以后看着他，不让他再跟那个小助理来往了，好不好？我笑着摇头，周玉兰，你搞清楚，他3年不碰我，把力气都花在别的女人身上，这种男人，你让我原谅，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周玉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说不出话来。顾淮安看着我，眼神里终于露出了一丝慌乱。沈之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知道这些年冷落了你，但我是真的忙，苏沫的事是他主动的，我保证，我已经跟他断了。断了？我笑了。顾淮安，你以为我昨晚听见的电话是什么？你在书房里哄他昨晚累坏你了，那叫断了。他脸色煞白。我站起身，拉过行李箱。顾淮安，我沈之不是没人要，你既然那么喜欢苏沫，那你们就好好在一起，这烂黄瓜留给他吧。周玉兰急了，沈之，你敢走出这个门试试？你要是敢离婚，1分钱都别想拿走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。周玉兰，我沈之今天把话放这儿，我除了带走我自己的嫁妆，你们顾家的东西我1分都不要，但你们欠我的，我也会一笔一笔全部讨回来。说完，我拉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门。身后传来周玉兰的哭喊声和顾淮安的怒吼声。我没有回头。出了小区，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去滨江公寓。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有些犹豫。姑娘，那可是 A 市最有名的豪宅区，你确定？我点点头，确定。出租车在滨江公寓门口停下，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去，门口的安保愣了一下，随即恭敬地说，沈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我点点头，刷了脸，上了电梯。这间公寓是我婚前用自己第1桶金买的，那时候我刚毕业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为什么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能买下滨江公寓的房子。他们不知道，我从大学就开始创业了。我妈在我大4那年去世，她生前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，生意一般，但养活了我们母女。她走后，我接手了那家店。我在网上开了直播，卖汉服改良设计。第1年，我只赚了10万。第2年，我签下了一个非遗面料供应商，开始做高端定制，
第3年，我的独立设计登上了巴黎时装周。到现在，沈之这个名字在国风高定圈里已经是一块金字招牌。我公司的年利润是顾淮安那个破公司的7倍。只是我从来不说。我想，嫁了人就该低调一点，男人要面子，我不能太强势。可我错了，我的低调换来的只是3年冷暴力。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免费的保姆，一个倒贴的取款机，一个被嫌弃的黄脸婆。现在我要做回沈之。我打开手机，给公司副总兼我最好的朋友林薇打了个电话。林薇，我离婚了，今天开始我回公司。林薇在电话那头尖叫了一声，我的天，你终于想通了。什么时候离婚证到手？刚搬出来，协议还没签，他不肯离。林薇冷笑，顾淮安当然不肯离，他那个破公司，要不是你明里暗里帮他，早就破产了。离了你，他拿什么养苏沫？我一边开行李箱，一边说，所以我要让他知道，没了我，他什么都不是。挂了电话，我洗了个澡，换了一套香槟色的西装裙。镜子里的女人，皮肤白皙，眉眼清冷，身材匀称。3年婚姻，没有孩子，我把自己保养得还算不错。只是这3年，我活得太累了。我打开电脑，登录微博，给我的忠实客户们发了一条动态。各位，我回来了，从今天起，沈之工作室正式独立运营，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动态刚发出去，评论区就炸了。芝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芝姐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某宝上的房款都卖疯了。芝姐，新一季高定什么时候出？我等着抢。我笑了笑，打开工作群，开始安排下一季的设计计划。忙到傍晚，林薇风风火火地赶来了。他一眼看到我的离婚协议书，拿起来翻了几页。你就这么净身出户？那套房子，他的公司股份，你什么都不要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我要的是离婚，他那种人，我多看他一眼都嫌脏。林薇撇撇嘴，你就是心软，算了，反正你也不差钱。不过苏沫那个小贱人，我帮你查清楚了，他进顾淮安公司2年，一直装得清纯可爱，背地里跟顾淮安早勾搭上了。最恶心的是，他还在朋友圈暗戳戳秀恩爱，说什么海归总裁独宠我一人。我轻笑，让他秀，过几天他就秀不下去了。你要怎么做？顾淮安的公司有一笔2000万的贷款，是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担保的。如果我撤掉担保，你说那笔贷款他还能撑多久？林薇眼睛一亮，然后呢？然后他资金链断了，公司周转不开。苏沫那种女人，你觉得她会陪着顾淮安一起还债吗？林薇兴奋地拍手，沈之，你终于清醒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芝姐。我笑了笑，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。夕阳把江面染成一片橘红，远处的城市灯火次第亮起。我林薇口中的芝姐，从今天起回来了。搬出来的第2天，顾淮安给我打了17个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他发消息，沈之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赶紧回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我回了一条，离婚协议书在茶几上，签好了寄给我。他秒回，我不同意离婚。你听好，我不离。我没再理他。第3天，周玉兰开始轰炸我。
他在电话里哭，沈之啊，你回来吧，怀安知道错了，妈以后不让他见那个狐狸精了。你看你们结婚3年，还没个孩子，这要是离了，你以后怎么办啊？我直接打断他，周玉兰，你再打电话，我就拉黑你。他吓住了，没敢再打。又过了2天，顾怀安直接杀到了我公司。那天我正好在工作室看样品，几个设计师围着我讨论新衣季的配色。前台慌慌张张的跑进来，芝姐，外面有个男的，说是你丈夫，非要见你。我头也不抬，让他等着，然后叫保安。前台犹豫了一下，出去了。几分钟后，外面传来顾怀安的咆哮声，沈之，你给我出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今天不出来，我就在这儿不走了。我放下手里的色卡，对林薇说，让保安别急着赶他，让他多闹一会儿，最好把媒体都引来。林薇笑了，你真狠。我耸耸肩，他自找的。我走到窗前，往楼下看了看。顾怀安站在工作室门口的玻璃门外，脸色阴沉，双手叉腰。他穿着那件我给他买的黑色西装，那是他唯一一件拿得出手的正装。我冷笑，那件西装花了我18000。他穿着我买的衣服来我公司闹事，真是讽刺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慢悠悠地下了楼。顾怀安看见我，眼睛一下子红了，沈之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怎么过的？你不在，家里乱成一锅粥，我妈天天哭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靠在门边，双手环胸，顾怀安，离婚协议书呢？他避开我的目光，我说了，我不离婚。那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想让我回去继续当你的免费保姆，继续看你跟苏沫卿卿我我？他急了，我已经跟苏沫断了，我发誓真的断了。沈之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保证以后对你好，真的。我笑了，那笑容很冷。顾怀安，你到现在还在说回去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一件可以随便丢弃再捡回来的东西。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凑近他，压低声音，顾怀安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公司那笔2000万的贷款，担保人是我，如果我撤掉担保，你必须在15天内还清全部本息。你觉得你那破公司能拿得出2000万吗？他脸色瞬间煞白。你什么意思？沈之，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直起身子，笑了。顾怀安，签不签协议，你自己选。签了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；不签，我明天就通知银行撤掉担保。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，踉跄地后退了一步。沈之，你太狠了，我们毕竟夫妻3年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夫妻3年，我像是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。顾怀安，这3年，你尽过一天当丈夫的责任吗？你宁可抱着别的女人，也不肯碰我一下，现在你跟我谈夫妻情分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眼里有愤怒，有不甘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沈之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很温柔，很体贴，不会这么咄咄逼人。我笑了笑，因为以前的沈之已经被你亲手杀死了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顾怀安的声音带着颤抖，你就不怕我把你公司曝光出去，说你一个已婚妇女，背地里开公司转移财产？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。去啊，顺便把我给银行打电话的证据也一起发出去。顾怀安，
我不介意让大家看看，这3年你是怎么靠着老婆的嫁妆和担保，才撑起那家破公司的。他的脸色彻底灰败下去。第2天，顾怀安签了离婚协议书，他把文件送到我公司楼下，没有露面，只让快递员送上来的。林薇看着协议书，兴奋地说：“他真的签了，芝姐，你自由了。”我拿过来看了一眼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给张律师发过去，让律师尽快办手续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可心里却泛起一丝说不清的苦涩。3年婚姻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留恋，只有如释重负的疲惫。我正准备回工作室继续工作，前台的电话又打来了：“芝姐，有个女的，说是顾怀安的女朋友，要见你。”我挑了挑眉：“苏沫。”我让她上来了。苏沫来的时候打扮得很精致，一身浅粉色的香奈儿套装，手上拎着爱马仕铂金包，头发烫成大波浪，妆容精致的像个瓷娃娃。她走进我的工作室，眼睛四处乱瞟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傲慢。“沈芝姐，你好啊，我是苏沫。”我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没起身。“你来找我，有事？”他在会客沙发上坐下，翘起2郎腿，故意把那个爱马仕包放在显眼的位置。“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看看你，毕竟怀安以后就归我了，我总得跟前辈打个招呼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前辈，苏沫，你知不知道你手上那个包是假的？”他脸色一僵：“你胡说，这是怀安送给我的限量款。”我摇摇头：“爱马仕 Birkin 的锁扣是纯金的，不会反光成那样，而且限量款的颜色是爱马仕橙，不是你这个粉。苏沫，你一个女助理，月薪12000，哪来的钱买正版？”他的脸瞬间涨红，像被人泼了一盆热油。你懂什么？怀安说这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，你就是嫉妒我。”我轻笑：“我嫉妒你什么？嫉妒你捡了我不要的男人，还是嫉妒你背假包？”苏沫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沈芝，你嚣张什么？怀安已经跟你离婚了，你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弃妇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”我看着他，眼神渐渐冷下来。“苏沫，我提醒你一句，顾怀安跟我离婚，不是他甩了我，是我不要他了。还有，他给你的这个假包，是他用我的嫁妆钱买的，你说这算不算我送给你的分手礼物？”苏沫愣住了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：“苏沫，以后别来我公司闹，否则我就把你和顾怀安在酒店开房的视频发给你的家人朋友，让他们看看你是怎么当小三的。”他脸色惨白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：“你怎么会有？”“我为什么没有？你们偷情3年，真以为天衣无缝？”苏沫的眼泪哗的掉了下来，声音发抖：“沈芝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怀安，是他先追的我，他说他跟你没感情，说你们只是行婚，我才会。”“够了！”我打断他：“你们的事我不想听，现在请你离开。”苏沫哭着跑了出去。林薇在旁边鼓掌：“太爽了，芝姐，你今天战斗力满分。”我摇摇头：“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“顾怀安公司那2000万的担保，我给他担保时用了我妈留给我的一处商铺作为抵押，现在离婚了，我要把抵押物追回来，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。”
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张律师，离婚协议签了，现在帮我走财产清算程序，我要追回我妈的商铺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在民政局门口，顾怀安最后一次拦住我。他瘦了一圈，眼窝深陷，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。沈之，你真的一点留恋都没有吗？我看着他，淡淡的说，顾怀安，我曾经很爱你，可你让我明白，爱一个人不能爱到失去自己。这3年，我把最好的都给了你，你给了我什么？他低下头，拳头攥得死紧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沈之，如果我现在回头，你还愿意？我不愿意，我打断他，顾怀安，从我知道你碰了苏沫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，我不是回收站，不收垃圾。他的眼神黯淡下去，我转身离开。离婚后，我全身心投入了工作。沈之工作室的新一季国风高定系列发布当天，预约人数破万，我的个人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，公司估值翻了1倍。而顾怀安就没那么幸运了。我撤掉担保后，银行开始追缴贷款，顾怀安的公司本来就在亏损，账面上的流动资金只有不到300万，他四处借钱，可之前那些巴结他的兄弟，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。苏沫还在公司里装无辜，说自己不知道顾怀安的经济状况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就露出了真面目。顾怀安公司的财务告诉林薇，苏沫在顾怀安最困难的时候，卷走了公司一笔300万的备用金，然后人间蒸发。林薇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，我正坐在新工作室的露台上喝咖啡。活该，我只说了2个字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周玉兰跑来找我。她站在我公司楼下，头发散乱，脸色蜡黄，跟半年前那个趾高气扬的贵妇判若两人。沈之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怀安，他快撑不下去了，银行天天上门催债，公司也快破产了，你那么有钱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周玉兰，当初我离开顾家的时候，你说我什么？你说我1分钱都别想拿走，现在你又来求我帮顾怀安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他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可怀安毕竟是你丈夫啊，你们夫妻一场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打断他，还有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冬天你生日，我送了你一条翡翠项链，后来你告诉我那是假的，一文不值。他愣住了。那条项链是缅甸老坑翡翠，市场价80万，后来我托人查了，你把它送给了苏沫，让苏沫带着去参加顾怀安公司的年会。周玉兰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我笑了笑，周玉兰，你对你儿媳妇和对那个小三可真是差别对待啊。现在苏沫跑了，你让顾怀安去找他啊，来找我干什么？他瘫坐在地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转身回了公司。苏沫卷款跑路后躲回了老家。顾怀安报了警。警方调查后发现，苏沫不仅卷走了公司300万备用金，还涉嫌伪造公司公章，在外面以顾怀安的名义借了高利贷。他很快被抓了。被抓那天，他还在老家 KTV 里跟一群朋友喝酒唱歌，包里装着1沓现金，脸上全是得意。警方冲进去的时候，他吓傻了。后来，林薇从派出所的朋友那里打听到，苏沫在审讯室里哭得稀里哗啦，
说自己是被顾怀安骗了，说那些钱是顾怀安给他的青春损失费。可证据确凿，他逃不掉。最终，苏沫因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公章罪被判了5年。而顾怀安虽然追回了部分资金，但公司信誉严重受损，客户流失，供应商纷纷解约，加上银行催债、高利贷逼债，他彻底破产了。他在城西的婚房被法院查封拍卖。可笑的是，那套房子当初他爸妈出首付，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，我的20万装修款，按照婚后共同财产处理，法院判他返还我12万。钱不多，但意义重大。那是我嫁给他时，妈妈留给我最后的嫁妆钱。我拿回了属于我的一切。离婚1年后，我的品牌登上了国际舞台。沈之这个名字成了国风高定圈的代表，我受邀参加米兰时装周、巴黎高定时装周，甚至被某国际时尚杂志评为亚洲最具潜力的设计师。我的公司搬进了陆家嘴的一整层办公楼，员工从10几个人发展到了上百人。媒体开始挖我的故事，他们发现我曾经是顾怀安的妻子，知道他婚内出轨，也知道了我的逆袭之路。有记者采访我，问我：沈之小姐，您怎么看待前夫的破产？我笑了笑，语气平静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他选择了背叛，就要接受背叛带来的后果。那您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离婚？不，我最后悔的是嫁给他。采访播出后，网上一片叫好，姐姐太飒了，这才是独立女性该有的样子。渣男就该死得这么惨。顾怀安看到了报道，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沈之，我错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能不能再见我一面？我没有回。林薇问我，你会去见他吗？我摇头，没必要。有些人从他背叛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在我生命里彻底消失了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灯火辉煌的城市。3年婚姻像一场漫长的噩梦，现在梦醒了，我沈之活成了自己曾经最想要的模样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男人，他叫陆寒洲，是陆氏集团的年轻总裁，比我大2岁。我们是在一次慈善晚宴上认识的，他主动过来搭讪，说很喜欢我的设计。我对他没什么兴趣。经历了顾怀安那一遭，我对男人已经提不起什么热情了。可陆寒洲是个很有耐心的人，他追了我大半年，从夏天追到冬天，从我公司楼下追到巴黎秀场。他不说甜言蜜语，只会在下雨天默默送伞，在深夜给我发早点休息，在我出差时提前安排好酒店。有一次我喝多了，蹲在路边吐，他闻讯赶来，二话不说把我背起来，走了2条街送我回酒店。我趴在他背上，迷迷糊糊地问：陆寒洲，你图我什么？他说：图你这个人。我不信。他笑了笑，那就让我证明给你看。第2天，他在我面前单膝跪下，拿着一枚戒指：沈之，我知道你受过伤，但我跟你保证，以后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我看着那枚戒指，脑子里忽然闪过顾怀安的脸，那个男人从没给过我一枚像样的戒指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陆寒洲笑了，笑得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。他把我抱起来，原地转了3圈。我笑着拍他，放我下来。他把我放下来，
低头亲了亲我的额头。沈之，以后你的幸福我来负责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这一次，我不做谁的免费保姆，我要做他的妻子，也做我自己。3年后，我生了个女儿。陆寒舟把她宠上了天。顾怀安的消息，我偶尔会从林薇那里听到一些。她破产后去了一家小公司打工，每天挤地铁、吃外卖，过得浑浑噩噩。周玉兰得了轻度抑郁，身体也不好。苏沫出狱后，又找了几个有钱人，最后被骗得分文不剩，回了老家。而顾怀安一直没有再婚。有一次，他在街头看见我正抱着女儿和陆寒舟一起从商场出来。他站在马路对面，胡子拉碴，衣服皱巴巴的。他看了我很久，最终低下头，匆匆消失在人海里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想起了3年前那个凌晨。他说：“沈之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少管这些。”如今，我早已不是那个只会等男人回家的家庭主妇了。我笑了笑，抱紧怀里的女儿：“宝宝，妈妈跟你说，以后找男人一定要擦亮眼睛。”女儿咯咯笑。陆寒舟在旁边黑着脸：“你教育孩子，能不能别带上我？”我亲了他一下：“你是好男人，不用擦。”他笑了，搂住我的腰：“这还差不多。”阳光洒下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这世上的爱情有很多种，有些是用来放手的，有些是用来重生的。而我沈之终于等到了真正属于我的幸福。番外，后来。顾怀安。我叫顾怀安。如果这是一个正常人的人生，那么此刻我应该坐在自己公司的 CEO 办公室里，签着几百万的合同，晚上回家有妻子热好的饭菜。但现实是，我坐在一间不足5平米的面馆里，吃着一碗15块钱的牛肉面，身上穿的还是3年前那件旧西装，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边。我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面，没动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妈周玉兰。怀安，这个月房租该交了，房东又打电话催，你那边发工资了没有？我闭了闭眼，还没，妈，我卡里还有2000，你先拿去交个押金，剩下的我。2000够干什么？我上个月看病又花了3000多。怀安，你不能想点办法吗？去找找你以前的那些朋友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朋友？呵。我在脑子里把通讯录翻了一遍，3年前那些跟我称兄道弟的人，如今接我电话，不是忙音就是改天吧。墙倒众人推。沈之走的时候，我还觉得他只是在闹脾气，过不了2天就会回来。他那么爱我，爱到连嫁妆都掏出来给我装修房子，爱到每个月替我垫车贷，爱到凌晨2点还在等我回家。我以为他离不开我，可我错了。他不仅走了，还带走了我人生中所有的运气。沈之撤掉担保后，银行15天内追缴2000万。我那时候还在想，只要苏沫还在，只要公司还能撑过这个月，一切都能重来。可苏沫跑了，他卷走了公司账上最后的300万，还伪造我的公章，在外面借了高利贷。警察告诉我，苏沫被抓住的时候，正拿着我的钱在 KTV 里请客，唱的是爱情买卖。我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苏沫被判了5年。开庭那天，我没去。
因为我不确定自己在法庭上会不会冲上去掐死他。我曾经为了这个女人伤害了全世界最不该伤害的人。沈之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其实我知道，我经常刷到她的新闻。国风高定设计师沈之受邀参加米兰时装周，沈之品牌估值破10亿。沈之与陆氏集团总裁陆寒舟传出恋情，每一条都像刀子扎在我心上，尤其是那条恋情。陆寒舟，我见过他一次，在某个商业酒会上，他站在人群中，气度不凡，身边围满了巴结的人，而我连进去的资格都没有，只是在门口远远看了一眼。那时候，沈之就站在他旁边，她穿着一条墨绿色的长裙，笑得温柔又自信。那笑容曾经是我的，现在是别人的。我收回思绪，把面前放在桌上，起身离开了面馆。外面下着雨，我没有伞，只能站在屋檐下，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。突然，我看到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停在路边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男人先下来，撑开一把黑伞，然后弯腰，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女人扶了出来。女人怀里抱着一个3、4岁的小女孩，我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是沈之，她穿着浅杏色的羊绒大衣，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，看起来比3年前更年轻了。她怀里的小女孩扎着2个小辫子，脸蛋圆圆的，趴在她肩头，冲旁边那个男人喊：“爸爸，抱抱。”男人笑了，那笑容很暖，暖得和传说中那个冷血无情的陆氏总裁判若两人。他接过小女孩，单手抱在怀里，另一只手还在给沈之撑伞。沈之凑过去，亲了亲小女孩的脸蛋，又仰头对男人说了句什么。男人低头，在她额上落下一个吻。我站在街对面，像一尊被时间遗忘的雕塑，浑身冰凉。那个男人是陆寒舟，那个小女孩是他们的女儿。他们一家3口在雨中笑着走进了一栋高档商场。没有人注意到我，也没有人需要注意到我。我在那里站了很久，直到雨打湿了我的裤脚，凉意从脚底一直窜到心口。我忽然想起沈之离开那天的样子，她穿着那套香槟色西装裙，拉着行李箱站在晨光里，回头对我说：“顾怀安，我沈之不是没人要，你既然那么喜欢苏沫，那你们就好好在一起，这烂黄瓜留给他吧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很冷，冷得让我陌生。可我知道，他曾经看我的眼神不是这样的。他曾经看着我的时候，眼里有光，是我亲手灭了那道光。我蹲在雨里，捂住脸，终于哭了出来。但这一次，没有任何人在乎。2. 沈之，妈妈，刚才那个叔叔好奇怪，他站在雨里一直看我们。女儿奶声奶气的趴在我耳边说。我愣了一下，往街对面看了一眼。雨雾里，一个穿着旧西装的男人蹲在路边，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弃了。是顾怀安。陆寒舟也看到了，他没说话，只是把我的肩膀揽紧了一些。走吧，女儿要看动画片，他说。我点点头，收回视线。我们进了商场，女儿的注意力很快被玩具店吸引了过去。陆寒舟跟在她身后，耐心地陪她挑玩具。我坐在旁边的休息椅上，看着这父女俩的背影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涩。不是为顾怀安，
是为我自己。3年前，我离开那座豪宅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要，我只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和一个不肯认输的自己。那时候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会想起顾怀安身上的香水味，想起他手机屏幕上的苏沫照片，想起他嫌恶地甩开我手时那种像看垃圾一样的眼神。那些记忆像一根根刺扎在我肉里，拔不出来。可我熬过来了，我用了3年时间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妈妈，你看，女儿举着一个布娃娃，小跑着扑进我怀里。我亲了亲她的额头，好看，妈妈给你买。她眼睛弯成月牙，谢谢妈妈。陆寒舟走过来，递给我一杯热奶茶，少喝点，凉。我接过来，抿了一口。陆寒舟，刚才那个人是顾怀安。他嗯了一声，语气很淡，我知道。你不好奇我为什么不跟他打招呼？他看着我，眼神温柔。我的沈之，做任何选择都有自己的理由，我不需要多问。我笑了，靠在他肩上。陆寒舟，你真的很会讨我开心。这不是讨你开心，他认真地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陪你笑，陪你闹，陪你面对过去的一切。只要你不开心，我就有责任让你开心起来。我抬头看他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。这个曾经被外界称为活阎王的男人，在我面前永远温柔得像一汪春水。3. 陆寒舟。第一次见沈之是在一场慈善晚宴上，她穿了一条灰蓝色的丝绒裙，站在角落里，安静得像一株水仙，旁边没有男伴。我端着一杯香槟，远远地看着她，她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股清冷感让我移不开眼。后来我让人查了她，沈之25岁，已婚，丈夫是一个叫顾怀安的人，他有间自己的工作室，做国风设计，在天猫上开了旗舰店。我当时想，结婚了也没关系，我就是认识一下。可我越了解她，越心疼她。她每个月给丈夫的公司垫钱，给婆婆还赌债，给家里装修，给丈夫买西装。她的嫁妆已经花得干干净净，可她的丈夫却和女助理开房，夜不归宿。我陆寒舟活了28年，见过的女人无数，可从没见过一个人能忍到这种地步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傻，后来才发现他不是傻，他只是太善良，善良到把所有的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吞。那晚，我让助理给我订了盛景酒店的房间。别误会，我不干偷鸡摸狗的事。我只是知道，顾怀安那晚带着苏沫去了盛景。我故意让人在门口蹲守，拍下了他们进电梯的照片，然后匿名发给了沈之最好的朋友林薇。果然，第2天，沈之提了离婚。我知道自己卑鄙，但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他可能还会在那个冰冷的婚姻里继续耗下去。我承认，我有私心，我想让他自由，想让他知道，这世上有更好的人，值得他去爱。后来，我追了他大半年，他一开始对我很冷，甚至有些抗拒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应酬喝多了，给我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哭。我开着车，一路闯了3个红灯赶到他家。他蜷缩在沙发上，抱着一盒纸巾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走过去，想抱他，又怕唐突。最后，我只是坐在他旁边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他哭着问我，陆寒舟，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？
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却这样对我？我告诉他，沈之，你值得被这世上最好的人爱，你只是遇错了人，你的好要留给配得上你的人。他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，却慢慢平静下来。那一刻，我在心里发誓，我要做那个配得上他的人。4. 一家3口。女儿睡着后，我把她抱进卧室。陆寒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还在处理邮件。我走过去，坐到他身边。今天看到顾怀安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他问。我想了想，没有感觉，就是觉得有些人终于活成了自己该有的样子。他笑了，你变坏了，跟你学的。他放下电脑，把我拉进怀里。沈之，嫁给我，你后悔过吗？我仰头看他，你再说一遍。他低笑，亲了亲我的鼻尖，我当你没后悔。我伸手环住他的脖子，认真的说，陆寒舟，嫁给你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你让我知道，真正的爱不需要我委曲求全，它会让我变得更好，而不是更糟。他的眼神暗了暗，声音有些哑，沈之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会控制不住。我挑眉，控制不住什么？他猛地把我抱起来，往卧室走去。控制不住想亲你。我笑了，捶了他一下，女儿还在呢。她睡了。你这个……我的声音消失在他唇边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可这个家永远是暖的。5. 周玉兰。我叫周玉兰，今年62岁。我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，但最后悔的是当年那样对沈之。她刚嫁进来的时候，多好的一个姑娘，勤快、孝顺，从不顶嘴。可我看不上她，我觉得她配不上我儿子。怀安是海归硕士，有自己的公司，他呢？一个开网店的小设计师，成天在电脑前面画图，能有什么出息？所以我对他不好，我让他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还在怀安面前说他坏话。后来我知道，他每个月替我儿子还车贷，替我还赌债。我心里不是不感激，但我嘴上不承认。再后来，怀安跟那个苏沫搞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知道，但我没有阻止。我觉得男人在外面玩一玩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家里这个不倒贴就行。可我没想到沈之会提离婚，更没想到离了他，我们家会变成这样。儿子破产后，我搬到城西一个破旧的小区里，没有电梯，没有暖气，冬冷夏热。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，1块钱都要跟人讨价还价。有时候我会想起从前，沈之在的时候，客厅永远干净明亮，饭菜永远热乎可口。我过生日，他送我翡翠项链，我不识货，转手送给了苏沫。那个贱人卷了我儿子的钱跑了，那根项链也没了。我活该。我经常在手机里刷到沈之的新闻，他现在可了不得。上个月我在电视里看到他站在领奖台上，拿了一个什么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大奖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礼服，气质好得像个大明星，旁边坐着他的新丈夫。那个男人我不认识，但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。他看他的眼神温柔的能掐出水来。我关了电视，靠在沙发上，眼泪从眼角滑下来。沈之，对不起。这句话我憋了3年，可我知道
他再也听不到了。6. 林薇。沈之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大学同班，睡上下铺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这个女人将来一定不简单。她身上有种韧劲，像野草，怎么踩都踩不死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开了网店，我进了大厂当设计师，结果没干2年，她就把我挖到了自己的工作室。那时候她的工作室只有3个人，挤在一间60平米的小办公室里，但我们很开心。后来她嫁给了顾怀安，我不止一次劝过她，顾怀安不是好东西，可她不信。她说：“林薇，你不懂，怀安只是压力大，等公司好起来就好了。”我气得想打她，可又舍不得，那是她自己的选择。再后来，她离婚了，我拍手叫好。她回公司那天，我们喝了一整夜的酒，我抱着她哭：“沈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”她笑着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从那以后，她像开了挂一样，作品上了巴黎时装周，品牌估值破10亿，还找了一个帅到逆天的总裁老公。我羡慕，但不嫉妒，因为她值得。7. 女儿。我叫陆念之，小名念念。我今年3岁半。我有个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和全世界最棒的妈妈。爸爸是个总裁，妈妈说爸爸在公司里可凶了，好多人都怕他。可我不怕，因为爸爸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我、亲我，问我今天有没有想他。妈妈是个设计师，她设计的裙子可漂亮了。我长大以后也要穿妈妈设计的裙子。今天下雨了，爸爸带我们去商场玩。在商场门口，我看见一个奇怪的叔叔，他站在马路对面，淋着雨，一直看着我们。他的衣服很旧，像灰扑扑的，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像哭过。我趴在妈妈耳边问：“妈妈，那个叔叔好奇怪。”妈妈看了那边一眼，然后把我的小脑袋按在她怀里，说：“念念，别看，那只是一个迷路的人。”我点点头，趴在妈妈肩上。爸爸撑着伞，把我们都遮得严严实实。我悄悄地想，那个叔叔以后会不会找到回家的路呢？8. 尾声。沈之站在新家的阳台上，望着远处的江景。风吹过他的发梢，带来初夏的花香。陆寒舟从身后环住他，下巴抵在他肩上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如果3年前我没有提离婚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他沉默了一瞬，你会继续替他补窟窿，替他照顾妈妈，然后看着他跟别的女人约会，最后把自己消耗成一个空壳。他笑了，你就不能安慰我一下？沈之，你知道我从不哄你。他低声说，我只会告诉你真相。幸好你选择了离开，幸好我遇见了你。他转过身，仰头看他，陆寒舟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他低头吻住她。江水无声，岁月悠长。有些人注定要错过，才能遇见更好的。而沈之终于等到了他的救赎。全文完。